眼前这位打法犀利、动作流畅的中国选手，堪称众多外国选手的噩梦，甚至被中国拳坛众多拳迷赞誉为中国真正的泰拳王子。他曾一脚直接将乌克兰顶级拳王踹飞擂台，这一幕令台下的全体观众惊愕不已。简单介绍一下这位被一脚踹飞、险些从擂台上掉落的老外，他叫阿布拉门科，是乌克兰最年轻且极具人气的拳王。明明可以凭借帅气的脸庞吃饭，却偏偏要在擂台上拼搏，选择走硬汉之路。年仅21岁的他就已斩获半个欧洲的洲际金腰带，甚至在泰国的一次比赛中，台下观赛的波球都连连鼓掌叫好，称他的实力与天赋足以击败80%的泰国纯种选手，说他是乌克兰的泰拳王子毫不为过。不过此次他要面对的是我国的顶级悍将张春雨的弟弟张成龙。在介绍张成龙之前，先说说张春雨这位选手，相信屏幕前的资深拳迷对他绝不陌生。兄弟俩自幼就被送往泰国接受传统训练，张成龙更是全力支持哥哥，在哥哥的熏陶下，他也成长为一名优秀的泰拳选手。虽说此时的他仅有19岁，但他的比赛经验却比许多老拳手都要丰富。那么，两位天才选手相遇，究竟会碰撞出怎样的火花呢？咱们也不多废话了，比赛开始前，还希望屏幕前的各位兄弟能长按点赞3秒，一同来到今天的比赛现场。蓝色拳套的是来自乌克兰的21岁泰拳王子阿布拉门克，红色方则是我们中国的19岁天才少年张成龙。虽说张成龙此时年仅19岁，比眼前的乌克兰选手小了整整3岁，然而由于他自幼就被送往泰国参加比赛，其比赛经验可以说是眼前乌克兰选手的2倍有余，所以19岁的张成龙在擂台上表现得游刃有余，毫无畏惧对手之意。这也印证了中国那句古话：人外有人，天外有天。自从中国拳台允许外国选手来挑战后，总有许多不知天高地厚的老外叫嚣着要来滑体馆。他们认为中国功夫在他们眼中不值一提。不过相信张成龙也会用今日的实力证明，中国搏击绝不是说说而已。显示乌克兰、俄罗斯，包括整个欧洲的泰拳冠军。打法硬朗，技术全面。张成龙一开始被留在了荷兰的那个训练馆，还感觉很不适应。但是经过长时间的一段训练，我相信他是在其中得到了。随着时间一点一滴的流逝，这两个选手始终没有太大的举动。这是由于他们深知这是一场纯粹的泰拳赛事，泰拳的招式通常具有极大的杀伤力，在高手的对决中，往往无需过多的动作，或许仅1、2招便能够决定胜负，故而两人都显得极为谨慎。再者，这两位选手皆是初次相逢，谁都不敢贸然行事。从双方的资料介绍来看，均是天赋超群的顶尖选手。虽说张成龙已在泰国参加比赛多年，但也遭遇过不少极具天赋的选手。当下只能先放缓节奏，先摸透对手的心思之后再做定论。这种踢拳的训练，是我相信今天回到国内的张成龙，应该是比以前的张成龙更完美一些。对，我们要看看这场比赛当中张成龙能不能表现出跟以前不一样的一些新的技术啊。但是有一点我需要提出来的就是，可能我们在运动训练过程当中，当你接受一种新型的训练方式和技术风格，那么你以前所擅长、所依赖的这么好多年，有可能10多年积累的这项技术啊，包括一些优点，你就会完全可能需要忘记一些。那么在这个融合的过程当中呢，如果处理不好，可能会表现的还不如之前的那个技术水平。但是如果处理好的话，如果这两种不同的风格结合好的话，那么我相信张成龙的整个就是如虎添翼。对。经过简单换算后，乌克兰选手也明白自己在正面难以抗衡张成龙。如果场上节奏的变化还没等张成龙思考，对手就开始用推法展开试探。这种行为看似是为了干扰张成龙的下盘，实际上是为了迷惑张成龙，进而打出偷袭招式。然而让其没想到的是，咱们的张成龙比赛经验丰富，面对这种情形更是冷静至极。两人为了躲避对方的出击，更是直接摔倒在地。也是跟欧洲一样，不放的生命，就像飞翔在辽阔天空，就像穿行在无边的荒野。终于，我们来到了第2回合。从首回合的表现来看，张成龙对对手的打法已有了大致的了解，并且依旧如往常一样沉稳冷静。他在这场比赛中充分发挥出了最大的优势，而且张成龙面对眼前这位21岁的乌克兰泰拳选手，始终保持着一颗敬畏之心。尽管在比赛经验上他远比对手丰富，但他始终没有轻视对手。
而是将自己的步伐频率加快，大部分动作都是为了躲避对手的主动攻击。乌克兰选手多次攻击落空，也使其心态开始出现变化。照这样继续打下去，或许不用多久，他的心态就会崩溃。我们现在看到更多是张成龙在步伐上的一些灵活的移动啊，包括面对对手的进攻，不像之前那么硬扛着再去做迎击。是，但这个东西不能是说片面的好和不好。我相信，因为张成龙是近1个月接受着这样荷兰非常有强度的自由搏击踢拳的训练，所以说现在身上非常有浓厚的这种味道。但我相信他学了2种技术之后，通过自己的实战呢，平时的训练点数落后的乌克兰选手这时也开始焦躁起来，并且留给他的时间已经不多了，因为点数差距非常大。如果他不能在剩余的时间里做出重大决策，或许他永远都无法追上张成龙的比分。着急应对的他却被张成龙再次抓住机会，一个接腿摔，差点将他掀翻在地。随后张成龙也毫不示弱，鼓足了劲冲上前去，直接一记飞踹，竟然直接将这名乌克兰选手踹下了擂台。好在旁边有现场裁判拦着，否则估计这名乌克兰选手就要当场被送进医院了。这一幕让台下的拳迷粉丝们惊讶地捂住了嘴巴，因为这样的场面可以说是中国拳坛多年都难得一见。选手重心失衡，翻出这个围城之外，又翻进来了。是的。其实双方有一点非常相像，不是那种高频率的这个没完没了的进攻，而是一旦近身就会出一组非常频率非常大的组合拳或者是腿法的进攻，然后分开。是的，我们看得出来张成龙似乎在想把一些新学校的一些东西运用上啊，所以从进攻上来看，并没有以前那么犀利。这对于他来说也是一个转变，可能需要2场到3场的比赛的磨练，才能够真正的做到。此刻的张成龙已然完全掌控住了比赛的节奏，并且对于眼前的乌克兰选手也已完全摸透。不论是战术打法还是出腿换招，张成龙都有着绝对的自信和把握。进入状态之后，张成龙决定将自己的攻势加快一些，开始对对手的行动能力进行削弱。两人相比之下，张成龙19岁，阿布拉门科21岁，张成龙自然有着更多的优势。况且在比赛场次方面，张成龙也是对手的2-3倍之多。为了让更多中国拳迷看到张成龙这些年在泰国学习的真功夫，他也没有急于将比赛结束，而是选择控制节奏，与对手进行正面硬刚。张成龙一个是在步伐移动上啊，更加的避免去跟对手冲撞啊。第二个是，我们看得出来，张成龙在有意的运用一些更多的一些拳法输出，以及一些拳腿结合的一些技术。这种技术看出来他用的不是特别的顺啊，但是也是一种有意的一种尝试吧。漂亮！张成龙非常巧妙的扫踢了一个对方的支撑腿。对手利用对手提膝防守自己的扫踢的。终于来到了最后一回合，这一回合对于两人来说都是最后的机会。乌克兰选手点数落后，更加着急起来，但他仍然没有摸清张成龙的战术打法，想要通过正面对抗拿到比分优势几乎是不可能的。此时他要做的就是加强自己的攻势，争取在铃声响起前打出 KO 的场面，将张成龙击败，从而获得比赛胜利。否则想要赢得比赛几乎是天方夜谭。这场比赛对他来说呢，不管输赢啊，都是一次尝试啊，把最近1个月的东西跟自己以往的这个习惯啊进行非常良好结合的一次尝试。所以这场比赛无论输赢，对于张成龙来说这个意义都是很大的啊，在他整个技术提升的整个职业生涯当中。对，其实在我跟张成龙的这个沟通交流的过程当中，我感觉说他对于每场比赛的心态都非常平稳，哪怕是去 Glory 那么大的一个赛场上，哪怕是在赛场上凯旋归来，他的心态我感觉一直都没有变。是的，并不因为获胜而欣喜若狂，也并不因为赛前这个比赛有多大，或者说对手有多强而这个紧张。时间1分1秒的流逝，从乌克兰选手的表现来看，他已经十分慌张了，以至于他有些饥不择食，将自己能用的招式一股脑的都使了出来，完全不顾及什么战术打法，只要能让拳头打到张成龙身上，都能让他激动好一阵子。不过咱们的张成龙在推法方面明显要更加强势一些，在乌克兰选手不断向张成龙进行内围压制的过程中，也被张成龙的重腿猛踹，这给他造成了很大的影响。现在张成龙想做一些压制上想多做一些尝试啊，所以在这种
强势进攻上啊，我看他动作输出更多了，但是他对手阿布拉门科啊，这个距离的控制，相比前2局啊，控制的这上面做的工作更多了啊，漂亮。啊，对方这个拳法哈也是非常刁钻的。在臂展上还是比张成龙有这个明显的优势啊。对，拳法非常有穿透力，连续的前手刺拳都打进去了。所以无论是直拳还是摆拳，这个射程都比较远。哦。我想将怒放的生命，就像飞翔在辽阔天空。最终，比赛终于结束了。张成龙凭借实力战胜了这位比他大3岁的乌克兰泰拳选手，也让对方知道了在中国众多选手中有像他这样具有顶尖实力的高手。那么，你觉得张成龙此次的表现如何呢？欢迎在评论区留言，我们下期再见。